在这安静的夜里，有些故事想与你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婉，愿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丝温暖。今天带给你的第一个故事，它的标题叫做你才20多岁，为什么总怕来不及？前一段时间有个94年的学妹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她很迷茫，很害怕。她说没想到一转身就大3了，很快就要大4了，感觉好像随时要毕业的样子。可是她回头去看过去的3年时光，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。读书没有好好读，恋爱也没有正经谈过，社团也只是随便打打酱油。她说感觉自己好失败，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不知道一个这样的自己要如何面对明年的毕业。她还说，但这样一个平庸的自己，身边却不乏厉害的人。她认识大一开始就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四处旅行拍照的学姐，如今已经开始给旅行杂志公稿。她认识大2的时候就交换去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学长，现在已经在那边读研继续深造。他还认识大3时就已经有了自己设计工作室的同届的朋友，接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单子后，工作室目前已经小有名气。可是反观自己呢，自己好像一无所长，走在人群中随时会被淹没。他说明年就要毕业了，可是自己并不知道毕业以后要做什么。现在学的专业并不是他喜欢的，当年高考以后就是随便填了个学校，填了个专业，不曾想过那个时候的选择竟然就直接绑定了以后的人生。他好羡慕那些目标很明确的人，要么就是从事本专业的工作，要么就干脆跨行做一点别的。可是他连个确定的答案都没有。他说我该怎么办呀？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来不及。他说好像过了20岁以后，时间一直在快进，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尝试，有太多的事情想做，有太多的地方想去，可是好像根本来不及啊。他觉得好害怕，他害怕自己就这样匆匆过了一生，到最后却什么梦想都没有实现。他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好了，如果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也许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，至少他会有更多的时候去思考，去决定，去规划和经历一个更好的人生。可是你才20岁呀，为什么害怕来不及？究竟是哪里来不及呢？如果今天你只有20岁，都觉得时间对你不公平，有太多的想法和愿望来不及去完成，那么那些30岁、40岁、50岁，甚至80岁的该怎么想呢？他们该向谁去讨时间？该向谁去要公平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只要你愿意，一切都来得及。这个世界有30岁开始重新学习参加高考的人，只为了圆自己年少时因故破碎的一个大学梦。这个世界有40岁开始健身，连续坚持27年，练就一身健硕肌肉，可以拉起400斤杠铃的人。他叫山姆·布莱恩特，来自美国佐治亚州。
这个世界有80岁开始学画画，98岁成为艺术家的人。他是一位日本老爷爷，原本只是个印刷工人，自上个世纪90年代退休后，开始利用 Windows 95软件画图作画。刚开始只是兴趣使然，画完后将画作打印出来自我欣赏，慢慢的开始举办个展，甚至开始将作品推出市场出售。所以你为什么怕来不及？跟这些人相比，你凭什么怕来不及？如果害怕有用的话，要努力干嘛呢？那我每天什么都不用干，只要躺在床上自我催眠，重复着我好害怕，我害怕来不及的心理状况就好了。我一害怕天就不会黑，我一害怕就不用写毕业论文，不用答辩，不用毕业。我一害怕就不用烦恼找工作，不用每天上下班挤公交，反正有人养着我。朋友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，这么可爱呢？害怕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之一，害怕它只会徒增无谓的烦躁和压力，并不能帮助你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更多的时候，害怕像是一个任意反弹的弹簧，肆意地搅乱你的生活。你越害怕来不及，就越来不及。你越害怕事情做不好，它就真的做不好。颇有点墨菲定律的意味。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，由美国人爱德华·墨菲提出于1949年。他告诉我们，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。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，那么它就真的可能发生。所以，害怕不仅无异于问题的解决，更有可能使得问题变得更糟糕。既然这样，你确定还要继续害怕下去吗？其实你不是害怕，你只是太急功近利罢了。从小你就听过太多少年成名的故事，古有王勃、苏轼，今有张爱玲、韩寒，更不乏席卷网络的90后 CEO 马佳佳、于嘉文等辈。这些人让你恍惚觉得自己也可以，也应该是少年成名天下知这类人之中的一员。你希望在一个还算年轻的年纪，就能够拥有你想要的一切，拥有足够你挥霍的资本。这资本可以是时间，可以是金钱，也可以是能力或才华。如果你是大学生，最好是学校里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，或者是学生会和社团里的受器重的骨干。总之，不论学习还是社会事件，你都如鱼得水，风生水起。如果你已经离开象牙塔，步入社会，那最好是有一帮意气风发与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，或者一份如日中天的事业，又或者一份轻松好混的工作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以你的能力可以轻松驾驭的工作，高大上的工作环境，诱人的薪资待遇，同事是逗逼，老板是傻逼，隔壁要是有个帅逼或者美女就更好不过了。对了，最好在外有男朋友疼或女朋友爱，在家有父母宠着，出门有朋友罩着。生活如此，你便再也不必害怕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你羡慕的人，那些混得风生水起、风光无限的人，拥有怎样独特的能力或才华，经历了多少黑暗的时光，付出了多少苦逼的努力，
才换来今天这样一个像是开了外挂一样的金灿灿的人生。当我们连走都没有学会的时候，就妄想着跑得很快，是不是很贪心？不是说你不可以少年立志，而是立志以后要一点点努力，慢慢的进步，直到你成为你喜欢的样子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当年张爱玲的一句出名要趁早，不知道撩拨了多少少男少女蠢蠢欲动的心。太多年少成名春风得意的桥段在我们耳边和脑海里萦绕，所以当我们处于一个20多岁籍籍无名的年纪时，我们困惑、迷茫、焦虑、不安。可是你忘了，路要一步一步走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连胖子的肉都是一斤一斤长起来的。原谅我并不恰当的比喻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害怕是因为前方的道路漫长而未知，害怕是因为现在落后于别人很多，害怕是因为怕终究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可是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愿意努力，愿意去改变，任何时候都来得及。我有2个成语特别喜欢，一个是来日方长，一个是厚积薄发。来日方长讲的是一种态度和信念，是一种出自于对美好未来的强烈笃定。时间一定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所有的付出都一定会有回报，只要我们愿意努力。那以后的事情就交给时间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着属于我们的那一阵风。等风来的时候，张开翅膀，奋力翱翔，将曾经的落后于人和没落失意都一笔勾销。至于厚积薄发，强调的是一种做事情的态度。你现在所有的努力和准备，都是一种沉淀，一种铺垫，都是为了将来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到来时，你可以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。精卫填海，愚公移山，这些古老的传说里的英雄之所以会成功，靠的都不是力，而是毅力，一股来日方长的持之以恒。你要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的努力会为你证明自己的。所以不要害怕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每个人都会经历迷茫、困惑、苦逼，但黑暗终将会过去，光明终将会到来。除非宇宙爆炸，地球毁灭，战争爆发，而你时日无多，否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